现在哇，忽降暴雨呀！这个季节的天气，哇，电闪雷鸣。然后这些，我们现在看一下，他们还在街上摆摊，下这么大的雨，然后走也走不了。我们雨中漫步，看一下，现在龙华观澜村的街头。Hello。他们在雨中顶着摆摊，我们在雨中拍视频给大家看。老板，帮我拿一张。哪一个？7。好。自己挑吗？对啊，自己挑啊，随便你拿的。啊，不一样啊，拿这个吧。啊，所以玫瑰不一样。这玫瑰。好。哇。这一边躲雨一边刮奖啊！我们前方的话，那边是地铁4号线出来的观澜站，然后我们转过来这边的话是观澜村，这里是观澜村，然后里边走的话是观澜古墟。本期视频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走看看观澜站周边的这观澜村的一个街头的一个景象。这边我们现在前行的这个大道叫观澜大道，这边的话是观澜是位于龙华地铁4号线，然后往龙华方向。这边有很多老深圳的一些遗迹。这里其实已经都是观澜村了。前面在修路，我们走到里边看一看吧。现在的时间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7点18分。这里是观澜的万安堂村，这边其实进来之后可以看到这些房子也是比较老的房子。早期的那些马赛克做的一些外立面，还有村子里面的古榕树。龙华这边的话，就深圳的和一些老的村子，包括一些古村子在这边。像距离我们近的话，就是观澜的古墟，然后前面还有个什么桂湖堂老围，就是那种客家围屋。然后在牛湖那边的话，还有一些鳌湖老村，这都是一些早期的一些深圳的这老村子。金红养生馆，金红养生馆。是那个饭店那边啦。没有。这一边的话，我们里边是一个村的那个内部街道，
这里是观澜村的一个华生一街，升华一街。这边的村子就没有像我们在福田、在罗湖那边那么热闹。我们现在前行的话呢是，前行的话是他们万安塘村，然后再往里面走的话会有一个什么观澜古区，我们去看一下。似乎这里是一个观澜古区，是一个古的一个遗址，古城遗址吧。顺着前面那个叫升华二街吧，升华二街。哎，这边有个观澜市场。好，这里边是一个市场，观澜市场。让我们去观澜市场看一下。观澜市场。你要什么老板？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公平秤。这里观澜市场还可以。看一下整体的形象。肉摊。还有一个猪脚。有生鲜蔬菜，然后有冰鲜海鲜。这里边的话就是有些干货。干货，这个是炸猪皮吧？这个是炸猪皮，炸的猪皮，看一下啊。然后各种的这些南方的这些小料，煲汤的这些小料。看一下，粽子叶啊。这边市场出来的话，这里是我们刚刚路过的一个。它这个市集在这个地方其实还是可以的，虽然人不是很多，但是还是比较品类还是比较齐全。各种的一些干货啊、服装啊、杂货啊，这里还有杂货，卖一些衣服之类的，衣服、鞋子。小鞋子、拖鞋，这拖鞋怎么卖？阿姨？10块15是吧？好，谢谢啊，10块15，就是这种。小镇的价格，乡村的价，这边还有烟叶。
这里的话是升华2街，相当于它这里的2条主干道，一个升华1街，一个升华2街，是整个这个观澜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步行街道。看这个国际品牌乔丹年终到处，福利来袭，精选夏季服装1至39元，还没这里就浓浓的那种乡镇感觉。西瓜2.5块一个。1斤，来，西瓜便宜卖了，2.5块1斤，全场2.5块，全场2.5块，包甜包准称啊，包甜包准称啊。手掌到的。来，西瓜便宜卖了，西瓜便宜卖了啊，全场2.5块5。那一个也就2斤吧，那一个5块钱，2斤。这边还有很多摩的。摩的起步价5块，这个是钥匙。街头的配钥匙的。这边。这里就比较靠近那个古区，靠近景区。这里是众安街，观澜村的众安街。走在这个街头，还有点像在景点的感觉。县城小景点，这是土鸡蛋吗？哦，它说的古区是这个吗？这边前面看到的这些建筑是很老。然后上面还有一个那个卡通的一个形象。这里就是观澜古墟啊。有没有朋友了解观澜古区的一个历史的？这里有个导览图挡住了一点。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没关系。观澜古墟，然后东门，咱们现在在东门进来之后，这里面有诗巷、女巷，哎呀，挡住了，还有什么布巷？咱们去看一下吧。观澜古墟，深圳近代民俗文化街。这是一个人民什么？人民动什么？居然不认得那个字。梅逍遥家使馆，工商联合会，人民邮电啊，人民邮电。有碉楼，华盛顿，啊，这里是一个邮电，人民邮电。
这边确实是一个比较有这种历史感的一个街区，一个古墟。水晶女巫的啊，这是现代的。这种其实很多这种像这种骑楼，岭南这种骑楼。岭南的那种骑楼，这里是一个小美女。来，过来，不要那个。是说这种龙华艺廊，这里面有很多卖衣服的，夏季上新。还在撤展，暂停开放。哦，是个展馆，是一个展馆。然后前面的话是，我们从这边转下来。拿啥？这里全是这种现代的这种服装，好多服装特卖店。你最少你也得去老边对吧？对，你可以。这里早期的话是客家人在这边发展的吧？这个地方早期应该还是挺繁华的。这些青石砖、这种青石街道、青石古街。这里边是一个，两边的房屋都是一些展览，做成那种展览，虚的再生，明代文化之乡。福建和江西潮州、东莞的惠州移民，深圳第一。这是一个碉楼。这边是这他们以前的一些老屋改的这种类似这种展馆这样子。客家聚落到商贸趋势，侨乡网络。报警吗？
这样的一个古墟遗址，还是能看到当时的一些这个村落繁华的那一段时光吧。这种碉楼，这种3、4层这种碉楼，在那种清明时期啊，也是很少见哦。这是一个碉楼，碉楼鹰。莺歌队、莺歌馆，改成莺歌馆了。这是他们的外面的一个门头，这是一个小屋咖啡，古辣咖啡。这是年轻人在这边，还有很多这种。我们看一下这个外围是什么东西。对，这里就出来，这个后面是观澜河。深圳的观澜河。这个村子它还是挺多道路的，这边前面都可以下去。慢慢松脚踏后，再踩动脚踏。这边是新东街，我们是相当于是现在走在了村子的外围。这边在边上这是比较老的房子，这个是比较老的房子。重庆小面。这里还挺多餐厅的，这个湖南小炒，还有个万州烤鱼。这边两边都可以站过去。这里的话，这里进来也是古墟，万岚古墟。我们要去车车那里。这个是新东街，这个古墟里面的一个新东街。而且你看它这个建筑啊，都是这种有门头啊，门上面有一些雕的一些精美的一些彩色的一些，彩色的这种绘画。这个是宝安县的工商业联合会，早期的宝安工商业联合会。
曾经这些啊都是大户人家，7号公馆都是大户人家，但是不知道这些他们的后人都去哪了。现在这个古墟变成一个景区，现在相当于也基本上都已经归为集体所有了吧。这些早期像这些都是中华民国民国的，这是属于民国的房屋。民国的房屋现在也没有产权，现在也没有这个产权的这个认可，就基本上都算是属于公共的吧，属于国家。哎，这是一个，这也是一个大户人家呀。这是一个立新巷啊，这是个碉楼，也是一个民国区文物。这边都是碉楼。这边都是碉楼，我知道了，这里有很多这个他们的后代应该都在，大部分去了我们的宝岛台湾，应该是吧？有没有台湾的朋友看到视频的话，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说一下。因为如果是民国的，像这样的一个富裕的这样的一个商贸，聚集区啊。你比如说147开，那个小公仔那里。应该后来都去了台湾，或者是去了什么东南亚，台湾比较多一点。你看这，在民国有这么一栋楼，别说在民国，现在有这么一栋楼，那也是富豪啊，土豪啊。胡闹的豆房，这些房产后代回来也拿不走啊。其实国内有很多这种，其实还是有很多这种一些民国的一些房屋，其实现在更多的会去。因为没有后代嘛，没有后人嘛，所以的话，可能政府更多的会把它，翻新作为一些文艺古村之类的，就类似于古墟，观澜古墟，然后重新挂一个这种文物保护单位，这就已经不属于个人了。这边观澜万鼎美术馆。上面是个碉楼，张大清。这个有点像是一个小美港一样，这个地方。这里是
那后面那些都是碉楼，所以它整个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个村子吧，古区就这样的一个村子，有一整套的一个防御体系。哦，他说这个是搬过来的对吧？这个是移过来的。这里真的是一个商贸的一个重地啊，在民国的时候，大吉平安招财，大利喜乐进宝。这里还有一个，这是牙买加爱国华侨陈伟成先生，又名陈毅，他是观澜玛丽村人建造，这是1938年建造的。混凝土，深圳史上第一座外观仿巴洛克式建筑，这样的一个饮食住宿为一体的这样一个酒楼，1938年的一个商业楼啊，可以哦，2、3、4层。饮食公寓住宿，这个是没有开放。这种上面还是这种木质结构。这栋楼应该是移过来的，它早期肯定不止这一栋，后面是住宅，肯定周边还有一些什么厨房啊，一些乱七八糟的，是个小院，类似这样的。5星级啊，1938年的，这绝对是5星级的。所以你看看这些楼啊，这么范围这么庞大的，然后呢，规模这么，然后建得这么好，然后周边的一些防御做好的完善的一些防御，还有这么重要的一些商贸的一些地位，然后呢，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呢，100年时间吧，也就100年时间。都已经是物是人非，所以在我们身边其实这种传承性的东西很少。然后人家就问我说：“你自己带不带？”我说：“不带。”很少，至少在我的这种就是我看到的或者我的认知里面，在中国大陆传承的东西非常少。相比较像国外啊或者欧洲一些或者是像日本也可以，很多一些东西都是建筑、家族或者一些遗迹都是100年传承，现在依然是他们的后人在传承。这边还挺多女生在这边拍照。这里其实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如果说是周末或者是周末就可以，就是或者是放假的时候可以到这边来看一看、逛逛，在龙华的坐地铁4号线到龙华的观澜站下车之后呢，直接往前走个50米左右吧，会有一个升华一街，就顺着那个街道往前走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视频下方到时候会放一个地址链接，大家如果找不到可以那个点击我们的地址链接收藏。
那个没有啥车。天心诊疗院西医李美什么产科师梁四，那些字看得不太清楚，但是可以看到这里的那是一个西医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遗迹中啊，还是能感受到在那个时期明末那个时期这里的先进，这里的就是它的那种文明啊、繁华呀、先进啊。明史坊就是在中国大陆很多都还是战乱，都还是就是那些非常穷苦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就非常繁华，非常文明。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碉楼，2、3、4、5、6、7、8，大概8层高。现在在深圳的，我们这里是观澜古村。然后咱们现在在观澜村的街头，这里是桂花路，前面这条路叫桂花路。重庆凉菜，这个很多人喜欢吃重庆凉菜吗？来，等一下，我们慢一点的。这个是那个重庆凉菜。好，我们本期视频一起顺着这个观澜村的这个桂花路一起走一走看看现在观澜村的一个街头景象。然后前面的话其实是也有一个叫做有个老围桂湖塘，就是老围村，是早期客家人在那边的一些他们迁移过来之后在这边建的一些围屋。这边就相对会比较距离市区那边就比较偏远一点。这是蓝玉幼儿园。然后我们上一期视频给大家拍了观澜古区。看了一下观澜古区的一个街景，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看看我们之前的视频。这里的话呢是位于龙华，坐地铁4号线从观澜站下，出了地铁站从 B 出口出来之后呢，就是观澜村。这些都是后面现在已经新建的村民自己新建的自建房。这边的话，这个道路就会比较宽一点，村民自建房道路也比较宽一点，不会像福田或像罗湖那样子寸土寸金。这里相对还是会
楼与楼之间建筑的这个距离还是会宽一点。看一下，应该就前面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它这个那些旧址还在不在？深圳市这里有一个桂湖塘屯。我们去这个屯子里面看一下。但是这个桂湖塘屯感觉还是封闭式管理的。这里有一个湖，这里还有一个门岗，这里是个桂湖塘股份合作公司，民族长廊。哎，大哥，这没有对外开放是吧？还没搞好。还没搞好啊？对。哦，好嘞。里边那个老屋那边也没搞好是吧？对，他现在还没搞好。我去那边看一下，好吧？就去那个天桥那里转一下，好嘞。这边是他们这个村民的一个股份公司，然后这里边的话，他们应该是在翻新，在建设。就是我们能在这个停车场看一下它这个房屋的背后，就是像这种客家围屋，现在只能看到这一点，因为它真正的围屋的应该是在那边。这也是早期客家人迁移过来之后，在这边建的一个部落吧。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历史原因，那大家又迁走了，就留下来这些遗迹。然后现在的话呢，就是应该是从这边进去，但它现在没有开放。这里是一个没有开放，我们继续往前走吧。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过来这边看一下。然后继续顺着这个桂花路。我看一下前面的话是。前面沿途也是一些村庄，这里还有一些屋顶可以看到，这些屋顶可以看到。这个客家围屋其实跟北方的那个农村建筑还是有一点像，也是这种人字形屋顶结构。
还有一些雕花。它这个在这里看的话，就看这个建筑保存还挺好的。你可以站得稍微高一点。整个这也是一个建筑群吧，其实就是一个小村落。河南羊肉烩面，没有人吗？养生馆，广元养生馆。贵州豆花饭店。这里确实是远一点，感觉这里的街头的这种消费力啊、活力会低很多，但更多的是一种，就是这种城中村，就这种县城的这种宁静。你说，街头其实也看到很多这种养生馆。但是可能大家就不会说是那么生意那么好，或里面有很多人这样，消费力也有，就消费的人也有。养生馆是城中村的一个特色。这边上去也是，这边上去是一个叫什么村子？赤华岭村。
没有人。这个地方算是他们这边的一个比较繁华的一个地段，但是人也不多，湖南餐。那边还有一个音乐会所，益康音乐会所。音乐会所的音乐会所吗？还益康，又益又康的。这里是桂花路的一个路口。好像前面的话是他们当地这边很多的一些工业园区，各种的工业区。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做任务的方式展现。龙华市公安局反诈专线。大四喜音乐会所，这个茶餐厅，看一下这个茶餐厅。这个茶餐厅感觉生意还可以，大杯柠檬茶9块9，然后看他们家有吃的吃的。它这边各种的这种粤菜，然后烧腊呀、小炒啊，烧腊、小炒，然后这边还有一些茶点，大四喜茶点。这边有下午茶，28元。套餐有不同的套餐，我们刚也点了一个套餐，点了一个牛腩饭套餐，38块8。这边感觉也不便宜，在龙华这个地方。点了一个碟头饭，40，然后呢送一杯奶茶，然后这个是咖喱牛腩饭，大家觉得值不值？
直接这样拌着吃，感觉会更过瘾一点。然后它那个原价是40，如果团购的话呢是38块8。然后有个例汤，例汤和饮料自己选。哇，突降暴雨啊！刚吃完饭出来，现在这么大的雨吗？还有闪电哦，然后哇，然后那个前面路边的那些小吃摊现在还摆着呢。哇，现在哇，突降暴雨呀！这个季节的天气，哇！电闪雷鸣，然后这些我们现在看一下，他们还在街上摆摊，下这么大的雨，然后走也走不了。我们雨中漫步，看一下，现在龙华观澜村的街头。Hello。他们在雨中顶着摆摊，我们在雨中拍视频给大家看。吓我一跳！超级大的雨啊！不行了，不行了！哇！这个主要是怕把相机弄湿了。然后大家都在这等躲雨，躲雨啊！这个天气真的说下就下。然后大家都在这躲雨，看看怎么走。我们继续走吧。体验一下这种哇，电闪雷鸣。但是我们应该往哪一边走？应该是。主要是摄像机很容易目视。
哇！炸了炸了！镜头现在有点，我看到镜头现在有点虚了，我们还是要找一个地方躲一下，因为看一下，我们先找个地方躲一下先。哎呀，老板建的地方躲一下雨。老板帮我拿一张，哪一个？7。好，自己挑吗？对啊，自己挑啊，随便你拿的。啊，不一样啊，拿这个吧。啊，所以玫瑰不一样。这玫瑰。好。哇，这一边躲雨一边刮奖啊！就你看看大奖。好啊，最高是多少？最高100万。对。刮一下，这是7，最高100万，老板祝我中大奖，直接看到7就可以是吧？啊，对，看到7就对。看到7就对。最简单的。哦，没有啊，一个都没有啊。啊？我再刮一个。没有，最后一行你帮我刮，老板帮我刮一下，有吗？也没有啊。真的没有啊。得了。够了。好了，朋友们，我们继续啊。现在雨小了一点了，然后我们继续沿着这个，这是哪里啊？这是沿河路。然后我们还是在那个观澜村的沿河路。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个雨中龙华观澜村的一个雨中漫步的街头景象吧。刚才雨太大了，电闪雷鸣的，然后就相机也有点起雾，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奇彩的那个老板娘那个店里躲了一下，一个男生。这个路面呢全是水，这边的地势比较竹之恋。这个晚上还，这条街，虽然这个卖相不咋地吧，但这条街还挺花的。这条街，这里是观澜新村，就是观澜古区，然后观澜古区往前走一点，就这里有一个观澜新村，然后我们在观澜新村的沿河路的，就是沿河路。那边上那个围栏，边上那里就是一个排洪区，叫沿河。哎呦，然后这个沿河路的村子，但是这个地方其实也不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看了一下，基本上这里有点像城中村，它只是很多而已。那里边闪着灯的都是什么住宿啊、足疗、按摩啊。但是标准比较低一点，还不如刚才那个躲雨的那个老板娘那个地方。
哇，我们还是去边上走了，边上走不了。然后在那个体彩那个地方刮了一张彩票，这里也是挂羊头卖狗肉，刮了一张彩票，20块没中。那个老板娘也挺大方的。主要是想拍点视频给兄弟们看一看。可以走到对面来，这里有个排洪渠啊，排洪渠先停了水了，涨水了，城市里面的污水啊都会流在这个排洪渠里边。今天突然之间下这么大雨，其实下午的时候天都还好。这里村子里面的水啊，全部从这边流下来。我去，这咋弄呢？这不就是要淌水了吗？它这个路没修好，其实旁边就是排洪渠，这里稍微垫高一点，那个水就流走了。不要辣椒，不要辣椒的。借过一下，稍微路面稍微垫高一点，就流到那个排洪渠里面去了。你这是个小聪明啊！结果这水啊，全都是挖在路中间。这里出来一个三角地带，哎，这中间还像是一个步行街，这边就是花篮村的一个村中心了吧？这边看一下，对。我们往这边走吧。这里是他们的一个村内的一个步行街。你让他穿的精致一点，他不是。两边都是各种的这种服装特卖店。加一下。服装特卖店。现在雨小了很多了，刚才那个闪电的，你别说那么
噼里啪啦，这街上还有点心惊肉跳。胆子这么小呢？快把图剪了吧。我得跟你说。这个卖衣服的小姐姐，城中村卖衣服的小姐姐。金店，最近黄金好像价格下调了一点。有帽子啊！哎，又是黑椒麻一点。这里边，这里就可以出去了。这是金子还是银的？银的，银子是吧？对。啊，这师傅在打银子。哇，一个虫！这是做个啥东西啊？做个戒指啊？做手镯。手镯啊。银现在是不是便宜点了？啊，银价现在便宜点了啊？银价？银价便宜点，便宜点。银价不知道现在多少钱？我们这里包工包料42。包工包料42。对，还要包换款。包什么？还有换款，免费换款。换什么？换款。换款。对，换款什么？就是你戴不想戴了，你过来换新的。哦，换款，OK。包工包料42，OK， 好。大哥手艺人了，这里面好多卖银的。换款，我没听清楚他说啥。这个有点长哦，你这个。欢迎光临361度，361度会员专享有兴趣想过来这个观澜新村这边玩的朋友啊，然后就说一下交通给大家，坐那个地铁4号线观澜站下车。511到货价，一般是从第一出口出来之后就是观澜村、观澜古区、观澜村都在这边。100元3件，100元3件。这边晚上倒还好，刚刚下了大暴雨。这边晚上还，因为这附近很多工厂嘛，很多一些工业园区。哇，这一条街走过去都是闪烁，霓虹灯闪烁啊！这条街，那走进去看一下吧，看这条街是干嘛的？黄金啊，全是黄金回收吗？
不好意思啊，哎，好没事。这全是黄金回收啊，全是黄金回收。这个城中村这么多黄金回收吗？黄金回收，黄金回收。这一个工厂的工业区里有这么多黄金啊！黄金，这是村子里边的一个内部道路，内部的道路。这条街怎么感觉奇奇怪怪的？修表是，全是黄金回收。那黄金回收我们就不去看了，那我们走回去吧。各种的黄金回收，还有一些服装。从这边出去吧，因为我们出去是要从这边出去的，这里边七拐八拐的，从这边出去。这也是一个穿梭的小街，步行街。这边出去，然后我们的右手边拐过去是地铁，就是观澜地铁站。对，这是这边确实是，这边其实晚上还是挺繁华的，虽然下这么大雨，但是可以看到街头的一些人流啊，还有街头一些这些街铺，这里还是比较繁华。我们在这里也问一下大家，就是观澜村再往前走的话，会有几个龙华这边的一个古村，就是牛湖往4号线终点站那边走，会有几个古村，一些古村落吧，早期的那些清末民初的一些古村落，大家喜不喜欢？如果喜欢的话，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然后呢，我会专门再找一天时间，然后早点过来这边给大家拍看看，就类似于今天我们逛的那个之前发布的那个观澜古墟，就是能看到深圳早期啊明末，然后建国初期的一些历史的一些遗迹吧，景象。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或者是大家想看哪些地方的一些街头景象，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六，然后我们尽量给大家安排。之前很多网友在评论区里面也留言告诉六，说是可能想去看看光明那边的一些景象，因为我们的一些朋友可能早期在那边待过，所以我们近期也会陆续会安排拍摄和发布，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点赞，然后鼓励和支持刘。我们前方就是观澜的地铁站的一个入口，这里的话进去就是观澜古墟，就从地铁站出来之后，沿着这条街走就可以。然后对面的话是一个什么嘉漾里的一个商业中心，就大家过来这边玩的话呢，虽然这边它不会说是像罗湖啊、福田那么繁华，但它配套还是很全，然后各种的商业，然后步行街，然后最主要是这边还是我觉得这边有它这种就是这种城中村这种县城感的，还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还可以，过来玩一玩还可以。这边是里边的一个特别。这里没啥。好了，朋友们，然后我们本期视频拍这里，希望大家喜欢。然后下一期我们继续在森林街头漫步，拜拜。